为了给我妈凑治疗费，我抛弃尊严，成了京圈大佬的金丝雀。他待我百般娇宠，硬是将我从18线小明星捧成了炙手可热的当红顶流。直到周书安心心念念的白月光回国，他纵容白月光对我的极尽羞辱，让我成为圈内人尽皆知的笑话。面对我的伤心欲绝，他却冷冷嘲讽：谭希，你没资格委屈。后来我终于下定决心离开，他却在雪地里等了我整整1夜，险些丢了性命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收工后，我赶着时间回到蓝月居，这是周书安名下的一套房产。跟了他之后，我被他养在这养了3年，换好衣服补个妆，方明他们要聚一聚。周书安命令道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疲惫开口：今天是我妈忌日，我可不可以？所以他打断了我。我妈一个人把我带大，我不想在她忌日这天去那些娱乐场所。我低着头，耳边传来一声轻笑，她的声音里带着些讽刺。别忘了，你走到今天是借的谁的事？我给你花了那么多钱，砸了那么多资源，不是让你来跟我提条件的。我坐在梳妆台前快速补妆，刷睫毛膏时，小镜子把眼睛放大。我脑子里全是我妈临死前摸着我的眼睛的样子。她说，这双眼睛很美，不要用来流泪。那年我爬上周书安的床，凑够了治疗费，却还是没能救回我妈，纸巾贴在下眼睑吸着泪。我生怕弄花了刚补好的妆，周书安只给我15分钟的时间，车子驶至会所。周书安看出了我有些红肿的眼睛。谭希，你没资格委屈。我用力扯了扯嘴角，挤出一个笑。周小姐把我从一个18线都够不上的小演员捧到现在的位置，我怎么会委屈呢？周书安的朋友们早早到了，要让周书安罚酒3杯。他摊手，就我喝不了，你喝不了，不还有谭大美女吗？周书安一个眼神，我端起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。这是一种高度烈酒，辣得我嗓子生疼，生生掉出几滴眼泪来，面上还是陪着笑脸，娇媚明艳的笑容，脸上还挂着泪。在场的人兴奋了起来，他们就爱把女孩折磨的站着露出躺着时该有的表情。哎，刚播的那个最后的花儿是谭美女演的吧？第2集那段舞挺好看，给姐几个跳一段助助兴呗。又有人起哄，不是吧书安，养了这么久，这点事你还做不了主啊？席上一阵哄笑。我下意识地看向周书安，心里祈祷他能顾忌一下，今天是我妈的忌日。所有人都在等周书安开口。终于他看完手机消息后，扬了扬下巴，去吧，跳好点，别给我丢面儿。我把眼泪憋回去，笑着站起来，笑容里掺着几分自嘲。哎，剧里光着脚跳的，你得把鞋脱了跳。有人打圆场，别闹太过，这是书安身边最久的女朋友了。有人小声议论，那又怎么样？再久也不过是个玩意儿，还能娶她不成？我站在原地，双手捏紧裙摆，手指发白。周书安没有理会我投过去的求助的目光，他拿起外套往外走，边走边说，我得去接个人，你们先玩着。一直绷着的心轰的一声落地，我缓缓地闭上眼睛，赤着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，跳着那段全网好评的舞为他们助兴。在我妈忌日这天，今天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，我借着动作悄悄地擦掉，觥筹交错，他们谈笑风生，没人注意到我细小的动作。那一场他们聚了3个小时，我跳了3个小时。结束后我回到蓝月居，周书安还没有回来，手机弹出一条微博推送陈子怡回国。
神秘女友接机，陈子怡回国时已经是一线，词条爆了不奇怪。网友们纷纷猜测神秘女友的身份。我知道，那是周淑安。我供人取乐的3个小时里，周淑安在机场接到了她此生的挚爱，她心尖上的白月光。看到热搜的那一刻，我心里突然一阵酸涩。我这个玩物，不该对她产生情感的。第2天，我回到片场，导演支支吾吾找到我同我商量，我被换掉了。确切的来说，我从女1号换成了恶毒的女2号。女1号由刚回国的陈子怡来演。导演一个劲儿的叹气，他顶不住上面的压力。戏刚拍没几天，现在换损失不会太大。是周淑安送陈子怡来的片场，车停下后，他走到副驾，伸手小心翼翼地护住陈子怡的头。谁能想到，高傲如周淑安，竟还会有这么体贴的一面？陈子怡亲昵地挽着周淑安的胳膊，晃到我面前。瞧谭熙瘦的那点小腰，一只手都能握过来呢。他用胳膊肘碰了碰周淑安，看你把人累的，又笑吟吟地看着我，暖了3年床，真是辛苦你了。我搁下剧本，不过是混口饭吃罢了。周淑安眯起眼睛盯着我，嘴角微抬，这表示他此刻很不爽。陈子怡点名要先拍和女2号争执的那场戏。那场戏女主发现了女2的背叛，双方发生激烈争吵，女主甩了女2一耳光。开拍后，陈子怡 NG 了一次，她抱着剧本假模假式地找导演。导演，这样演没感觉，我觉得得真打效果才好。说罢，他摇着周淑安的胳膊。淑安，你觉得呢？周淑安宠溺地笑着。我不懂，你觉得好就好。最大的投资商发话了。导演同情地看向我。那场戏，陈子怡 NG 了26次。导演，我觉得谭熙刚刚偏过头去的角度太大。导演，刚刚这次我打得不够真。导演，这条我表现得不够好。导演，直到最后，我的脸高高的肿了起来，嘴角渗出一道血。陈子怡终于停手。周淑安坐在一旁，脸上看不出神色。陈子怡把手举到周淑安面前，娇嗔地哼了一声。淑安，你看，我的手都要痛死了。这条倒是还不错。导演，您觉得呢？导演擦着汗，连忙点头，悄悄吩咐助理小陶给我取来冰袋冰敷。我脑袋被扇得嗡嗡的，半晌缓不过来。休息室里，小陶轻轻地把冰袋贴在我脸上，眼眶红红的。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？哪有这样的？处理不好您都要破相了。我轻轻叹气，拍了拍他的手。别说了，小陶，咱们惹不起。周淑安进来了，子怡对待工作比较认真，你别介意。我支开小陶，自己捧着冰袋。周小姐，需要我从蓝月居搬出来吗？话毕，周淑安大手捏住我的下巴。我没说让你滚，你就给我待着。嘴角伤口被扯开，我疼得眼泪都要出来了。晚上早点回，你有几天没陪我了？陈子怡回来了，还需要我这个暖床的吗？她吻了吻我的额头。乖。周淑安当时短暂的温柔一吻，却在几天后成为了把我推向深渊的推手。隔天，陈子怡 NG 36次的词条冲上热搜第1，一时间全网讨论陈子怡演技。她的粉丝战斗力很强，为了维护自家主子，开始疯狂攻击我的演技，说什么一定是因为谭熙影响了陈子怡的发挥。可细心的网友看了花絮，发现我演的并没有问题，陈子怡也很入戏，表情和眼神中的厌恶都很到位。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言论，事态竟然慢慢演变成了陈子怡公报私仇，故意扇我耳光。好歹现在我也是个2线，粉丝还是有战斗力的。
很快下场撕了起来，我都怀疑有人帮我买了水军。网络上清一色的言论全是为我鸣不平，怒骂陈子怡公报私仇，恶毒至极。彼时，周淑安站在电脑桌前，掐着我的后颈，逼迫我看那些辱骂陈子怡的不堪入目的言论。是你干的，就因为那天他说了你几句。谭希，你最好给我一个交代。我该给他一个什么交代呢？我只是睡了一觉，睡醒后看到现在的局面，周淑安一心想要为他的新家出气，而我竟然可笑的想要让他相信我。我一遍一遍的解释，翻出我这几天所有的通讯信息给他看，可周淑安他不信我，他掐住我的脖子，在我几乎喘不过气时松开。他说陈子怡不堪重负，几度轻声。他说如果陈子怡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他和陈家都不会放过我。手机上收到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短信，搞清楚自己的位置了吗？谭小姐，想都不用想，是陈子怡。那天周淑安还是回了蓝月居，她对我说，在你给我交代之前，你都不用出去工作了。我很平静，这大概已经算是对我手下留情了。我说，周小姐，其实你完全可以查到底是谁做的，你只是不想查。只是无论如何，你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陈子怡。他放水杯的手一顿，我看到他的眼神愣了愣，我自嘲地笑了笑。周小姐，我知道我这样的人没资格在你面前有骨气，但没有证据的事我绝不认。如果你查出真是我做的，那就封杀我吧。他伸手捏了捏眉心，那是他为难时会有的动作。你瞧，其实他是知道的。那件事的热度慢慢退却，日子归于平静。我也被周淑安允许继续工作。我知道是周淑安查过了。没平静几天，陈子怡恋情词条突然爆掉。陈子怡微博晒出一张照片，配文：这么多年，幸好有你。照片上的周淑安在厨房忙碌，神色温柔，昏黄的灯光显得格外温馨。原来周淑安还会做饭。紧接着，一张照片在网络流传，是那天在休息时，周淑安吻我额头的照片。偷拍者着实专业，那短暂的一刹那，连我这个当事人都没反应过来，却被拍得清清楚楚。谭希小三的词条迅速霸榜，网友们好像后知后觉，原来陈子怡受了天大的委屈。先是感情被第三者，也就是网友口中我这个不要脸的女人破坏，手撕小三却遭受了1周的网络暴力。网络上对陈子怡的同情铺天盖地，没骂过她的愤愤不平，骂过她的愧疚不已，就连那26记耳光也开始变得合理。那个谭希一看就是个心机婊，陪多少人睡过才是个二线，狠狠支持子怡女神。26耳光还是打轻了，子怡姐姐加油，不要放过小三。我的微博评论区已经被攻陷了，黑粉们在评论区排队行无耻小三谭希，过街老鼠，无耻小三谭希，过街老鼠，无耻小三谭希，过街老鼠。有一部分被和谐掉，想也不用想骂的有多脏。公司紧急公关，忙碌一通，发现根本掀不起多大的水花。经纪人宋林一大早就赶来了蓝月居，急得在房间来回踱步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跟周总3年，到头来你成小三了，这都是什么屁话？他攥着手机，苦思冥想，还有一个办法，也是最好的办法。现在能救你的就只有周总了，只要他出面澄清，承认你们的3年恋爱，一切就大反转了，宝贝。周淑安嘛，他怎么会呢？那是他心尖上的人，而我不过是个暖床的床伴，他不可能帮我澄清，更不可能做对陈子怡不利的事。
想到这，我用力地故作轻松。宋林，我没事，大不了以后不演戏了。咔嗒，门开了，周淑安回来了。宋林见了他就好像见了活神仙，几乎是扑上前去求他，就差给他跪下了。周总，您救救这孩子，不能让他被冤死啊！他那么喜欢演戏，他是个好苗子，不能让这些糟烂事毁了他前面的路。周总，周淑安看都没看宋林，沉着声音命令道：“你先出去，回去候着。”宋林走后，他长腿一跨，坐在沙发上，好像在等我求他。良久，那道曾一直令我着迷的声音响起：“就算退了圈，你这辈子都可以做我的女人，我不会委屈了你，还是会难过，就好像无数根针扎在心里。”我突然想起3年前，一没背景，二没靠山，一直以来我都是演些小角色，片酬不高，公司抽成倒是高。那时候我要凑够高昂的治疗费，公司扔给我的片子全都是3级片。那一次，我毫不犹豫地接了那些本子，因为那是能救我妈命的钱。我妈知道后哭着跟我说，如果要她的女儿因为她而出卖自己，她还不如直接死掉。我走投无路，遇见了周淑安。那个姑娘倒是看起来挺有意思，轻飘飘的一句话，我被送到了有她的饭局上，陪着她喝酒。饭局结束后，我看着医院费用缴纳的提示，咬咬牙走进了她的房间。结束后，她说：“说吧，你的条件。”我低着头，快速整理自己的情绪，在抬起头时，脸上挂着讨好的笑。周总，我需要钱。说出这句话之前，我想到了许多种可能，也许他会大手一挥，直接签给我支票，或者可能还需要我再求他，再讨好他。没想到，他冷着的脸突然笑了。你这种假笑不如刚才低着头委屈巴巴的样子好看，以后你就跟着我吧。他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衣服。那一次过后，我妈被转到本市最好的医院接受最好的治疗，我搬进了蓝月居，有了大把大把的资源。后来我妈走了，我却还是留在周淑安身边。我舍不得离开了，明知道不该对她产生感情，明知不可为，我却还是跌落进了对他的感情里。我大抵是忘了，我们之间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交易。我不过是陈子怡不在时，他用来消遣寂寞的物件，所以还在期待些什么呢？我突然想离开了，既然要走了，我也不用再顾忌什么。周小姐，我吸了吸鼻涕，提着一口气。周淑安，前段时间发生的事，其实你查到了是吗？你查到是他自己买通搞黑自己了，几十个亿的大项目，你运筹帷幄，想必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，你该是很容易就能想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他走到我身边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所以，你现在是在质问我，是吗？是。我定定地看着他。3年前我跟你的时候，你单身。至于这3年你有没有过别的女人，我不知道。可我不是第三者，我有没有介入你和陈子怡的感情，你比我更清楚，不是吗？檀溪真是好大一座牌坊。当初为了区几十万的医疗费，爬上床脱光了陪我睡。你妈去世后，继续赖在我身边，拿我当跳板，跟我要资源。现在跟我装起贞洁烈女来了，你有多见你自己没照过镜子吗？周淑安嘴角掀起，用手捏住我的后颈，原本建立起的心理防线在此刻轰然崩塌，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流，大脑一片空白，手在抖，嘴唇也在抖。这3年来，我一直喊她周小姐，企图用这个称呼来提醒自己不要入戏太深。明明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明明猜到了她会说什么，可是为什么真正听到她亲口说出来时，
还是会这么难过。我不敢哭出声，堵在胃里，一抽一抽的发痛，声音也因为身体的发抖而断断续续。没错，3年前我走投无路，用最下贱的方式搭上了你。我很感谢你帮助了我，让我能有钱给我妈治病。真的谢谢你，让我多陪了我妈那么久。这3年是我做错了事，是我不该对你产生不该有的感情。周小姐，是我没摆正自己的位置，要了钱还想要感情，是我做错了。周淑安的脸上划过一丝错愕的表情，不过很快就恢复如常。我继续说，周小姐，您放我走吧，您爱的人回来了，我的存在很碍眼，不是吗？他按着我的头，脑袋抵住我的额头，闭着眼睛。我有没有说过，我没让你走，你就得给我待着，欠我的你还得轻骂谈息。我没让你走，你就得老老实实的给我还一辈子。周淑安撕扯我的衣服，拖着我往卧室里走。挣扎间，他说，你可以不愿意，你最近拍的那部戏我也可以撤资，让戏拍不下去。你的经纪人，他对你很好吧？我也可以让他在圈里消失。说罢，他摊开手，气定神闲站定。我缓缓伸出手解着他的衣扣，眼泪一滴一滴地砸在地上。他笑着俯身压了过来。事后，他放松地躺在床上，把玩着我的头发。刚才那么硬气，不还是陪我睡了？我翻身背对着他，拿了您的钱，做好分内工作。周淑安突然生气走了。他走后的这几天，网络上对我的谩骂只增不减，尤其是狗仔爆出周、陈两家一起吃饭的照片之后，他们要结婚了。而我这个被安上小三帽子的人，自然是众矢之的。几天后，我处理完事情回到蓝月居时，玄关处多了2双鞋。陈子怡好听的笑声从客厅传了出来，我心下一惊，又很快恢复平常。他们都要结婚了，他来这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收拾打包自己的东西，才发现原来我的东西并不多，大部分礼服、首饰和包包都是周淑安送的，我全都留下了。2人看到我，皆是一愣。陈子怡挑衅地笑了。卧室门口散落着一些东西，是我的。厨房里飘出一股糊味，我常用来给周淑安做饭的那口锅里堆着灰烬，灰烬里躺着一角还没被完全烧没的东西。我认出了上面的彩线，那是我出道拍的第1张写真，我妈亲手给我做了相框，用家乡那边的彩线，是我妈给我的祝福。她说，彩线是保平安的，不求女儿大富大贵，只求女儿平安快乐一生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把它挂在墙上，想妈妈了就摸摸那些彩线，就好像还能感受到妈妈手指的温度。可现在，这个承载着我妈对我的期盼和我对母亲的思念的相框，被陈子怡毁了。他一把火轻轻松松地烧进了这个1000斤重的相框，我的脑子已经乱了，捏着残留的一角，几乎是跑到陈子怡的面前。是你干的？对，是你干的。我自问自答。陈子怡满不在乎地看着失神的我，我小心翼翼地把照片放好，下一秒抡圆了胳膊，狠狠地抽在陈子怡的脸上。他怎么也想不到我敢打他。毕竟，在他们眼里，捏死我根本不费吹灰之力。他断定我不敢反抗。陈子怡还没反应过来时，我抓着他的头发，把他拖到水池旁，用力把他的头按了进去。周淑安见状，用力推开我：“你闹够了没有？”我被他推得站不稳，脑袋磕在大理石桌角上，即刻见了血，血流进眼睛里。视线模模糊糊，周淑安好像往我这里走了几步，但又被陈子怡拉了回去。伤口大概很疼，但却比不上心里的疼。
我妈在世时的样子一股脑地涌现在我的眼前。她说我这些年拍了那么多写真，她最喜欢这张。她说囡囡，你总说这张太青涩，又丑又土，可在妈妈心里，这是你最好看的样子。她说家乡那边讲究五彩线保平安，这个相框会替她保护我。一想到这些，我的眼泪猛地掉下来，手脚冰凉，血混着泪挂在白皙的脸颊上，像一道道丑陋的伤口。我在发抖，嘴唇哆嗦着说不清楚话。我用力吞咽着，好像这样就能把所有的委屈咽下去。我哆哆嗦嗦站起来，从嗓子眼儿发出声音问陈子怡：“你凭什么烧我的东西？”陈子怡害怕地向周淑安身后躲去。淑安，他又要打我，我好害怕。我摸起桌上的花瓶砸了过去，瓷片碎得到处都是。淑安，你还不快把这个疯女人赶出去！陈子怡摇着周淑安的手臂，周淑安把她的手拍了下去。你出去吧，回家去。陈子怡不敢相信。什么？走！她冷声道。陈子怡负气离开，我拉她。周淑安上前拦住我，我扇了她一巴掌，撕扯着她的衣领，近乎疯癫。你看不到我已经打包好我的东西了吗？你看不到我已经要走了吗？你凭什么让他动我的东西？你把它还给我！他一把抱住我，轻轻拍打着我的后背。西西，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西西，你受伤了，我们先处理一下伤口好吗？我被他按着，没过多久哭晕了过去。醒来时，伤口已经被包扎好。周淑安坐在床边一动不动地看着我。我刚找了家庭医生过来给你包扎，你放心，不会外传。这段时间没好好吃饭，对吗？我找了营养师过来给你好好调养。你的东西已经物归原位了，别再想着走。我看着天花板，无声地流泪。我们之间，我从来都不配做选择。3年前如是，3年后的今天亦如是。在他们眼里，所谓的区区几十万，能向医院多买几天我妈的命，能让心怀梦想的人甘心去拍3级片。穷人哪配生病呢？有些事情于他们来说只是皮毛之痛，对我们来说却是锥心刺骨。西西，你别这样，你跟我说句话好吗？我找了你家那边的人，重新帮你做一个相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。他说这话时，像一个上学时考了100分，想要表扬的孩子。我声音沙哑。那你能让我妈活过来吗？能让我妈再给我做一个吗？他不说话了，坐在床边耷拉着脑袋。周淑安，你放我走吧。我自顾自地开口。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拉了我一把，我把你当成救命稻草。第一次拿了你的钱跟着你后，身份不清不楚。第一次跟你去聚会，你说我是你女朋友，我偷偷开心了好久。一开始你对我真的挺好的，我也因为那些好，对你产生了不该有的情感。后来你大概是腻了，你的朋友们开始欺负我，你也跟他们一起欺负我，帮着他们欺负我。我擦了擦眼泪，分不清是在哭还是在笑。陈子怡回来了，你们要结婚了，你还是不让我走，你把我当什么？要把我置于什么样的位置？周淑安埋着头，肩膀微微抽动，她抓着我的手哀求我，求我不要再说了。我从蓝月居搬出来时，经纪人宋林来接我，不人不鬼的样子，他看见我就哭了。他哭着对周淑安说：“周总，您是大人物，可今天就算是得罪您，我也得把这话说了。你们谈了3年，人前他光鲜亮丽，人后他受了多少欺负？别人欺负他也就算了，偏偏你也欺负他。”周淑安一言不发，只是看着我，眼里数不尽的哀伤。离开时，他抓住我的手，万低声哀求我：“能不能不走？”他抓我的那只手在抖，我看了一眼，
还是拍开了他的手。周小姐，咱俩的情分就到这儿吧。您贵人多忘事，不必记得有过我这号人。电梯门关上了，我听到他抽泣的声音。我转发了周淑安吻我额头的照片，配文：女人多的是，这种不忠的我就送给你了。这是这些天来我第一次回应小三事件，不出意外，引来的还是谩骂。粉丝们原本因为这些天没有回应而失望消极，看到这条微博后，像是看到了希望。西西终于回应了，我相信你，西西加油，一定要挺住，西西威武，我们永远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很多网友和粉丝开始深扒，甚至扒出3年前我和周淑安共同出入蓝月居的照片。蓝月居管理得很好，狗仔们进不了大门，所以只有一张模糊的照片。照片上我低着头，笑得腼腆，周淑安一脸坏笑地贴在我耳边说话：我的狗眼，这不就是谈了？我就知道，西女神怎么可能是小三？不过这些评论占比不多，大多数人还是在骂紫怡女神和周总可是青梅竹马。就是3年前的照片又怎么样？只能说明谭希3年前就做了小三。关于谁是小三，网友们吵得热火朝天。这几天我总是觉得有人跟着我，毕竟我现在住的地方比不上蓝月居的治安，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围堵。事情紧接着就发生了，公司的车只能从地下车库接我。宋林陪我走到保姆车旁边时，突然冲出一辆机车撞了过来，宋林抱着我躲开，装在车前盖上崴了脚。没想到那辆机车调转车头冲着我加速驶来，距离太短，我已经躲不及时，突然角落里冲出一个身影，把我拦腰抱起来。见有人来了，机车调转车头开走了。那人把我放下后，我一边平复呼吸，一边道谢：周总派我来保护您，这是我的职责。我才看清那人是一直跟着周淑安的保镖。这些天我一直觉得有人跟着我，其实是你。他点头应下。周淑安到派出所时，我已经做好了笔录。他看起来疲惫不少。回蓝月居吧，那儿安全。你不想看到我的话，我不过去，你自己住。我摇摇头，周小姐，我们还是不要有什么牵扯了。他不依不饶，一定要我回去，我不肯。他把我拦腰抱起，塞进车里。我几乎是被他绑着回到蓝月居。进门我便挣脱了他。你当我是什么？用不了多久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他自说自话。我还是从蓝月居逃了出来，可不知怎地，我走时，周淑安落寞的神情刻在我的脑海中，挥之不去，甚至刺痛着我。别心软了，檀溪，他欺负你，羞辱你，唯独没爱过你。你只是个玩意儿，别太拿自己当回事。我这样对自己说。你走出来的都没用跑的，他就那么让你走出来了。我被宋林的3连问搞得哭笑不得。那天他不肯让我走，把我按在怀里，求我再给他一点时间。我挣扎，最后他说：西西，欠我的你还没还清，你不许走。我拿起水果刀放在颈间，你想让我怎么还？我用命还可以吗？你现在讨厌我讨厌到这个地步了吗？他满脸不可置信，但还是侧身让开了路。我逃也似的跑到门口，回过头，我说：周淑安，我不会忘记我妈忌日那天被迫光着脚跳舞供人取乐是什么滋味。门轻轻地关上了。没过多久，陈子怡他爸的公司突然宣告破产，陈总被查入狱。陈子怡在圈内一直是千金大小姐人设，可现在陈家倒了，只是看在周淑安的面子上，圈里人还不敢太为难他。直到那天，陈子怡突然从小区门口
堵住我的车，都是你。如果不是你，舒安怎么可能会对我爸下手？他歇斯底里，面目狰狞。我被他说得满头雾水，从他吐字不清的话语里拼拼凑凑，终于搞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原来那天撞我的机车是陈家派来的。舒安那么听周家的话，如果没有你，他早就娶我了。一切都是你害的。那个蠢货竟然没把你撞死，你把我害成这样，当初我就不该劝我爸不要对你下手。我笑了，你劝你爸不要对我下手，是怕惹怒周淑安，从而牵扯到你自己的利益罢了。怎么，你还想让我给你送个锦旗，感谢你一下？陈子怡抬起手想要打我，路口却突然窜出一大批记者，他的手不动声色地变成了捂着脸擦眼泪的模样。我没事的，朋友们，西西他只是太爱舒安了，我理解，只是我有些难过而已。可是西西，我们那么要好，你这样真的是不对的。记者们还没问什么，陈子怡就开始了她的表演。一个记者把麦伸到我的面前，谭西，事到如今你还这么得意，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吗？有啊，我看着陈子怡，子怡前辈，你演技这么好，这么多年都没拿到影后，不应该啊。陈子怡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，但还是维持着楚楚可怜的受害者模样。当小三还这么理直气壮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谭西，谭西，你科班出身，学艺先学德这句话你不知道吗？记者们言辞激烈，闪光灯和快门的声音吵得我头晕目眩。我未婚妻德艺双馨，不劳各位操心了。周淑安不知从哪冒出来的，伸手把我揽在怀里。什么？周总搂错人了吧？人群中有人低声议论。各位，我眼还没瞎。周淑安说完，低头亲了亲我的脸颊。我推他，他贴在我耳边低语，就当帮你洗脱骂名出口气，装一装好不好？之前那个言辞犀利的记者说，所以周总的意思是谭西才是您的正牌女友吗？周淑安装作迷惑的表情，一脸贱样。之前是，现在他跟我闹脾气，把我甩了，都怪你们骂他，把他惹急眼了，他就跟我撒气。陈子怡握着拳头，指甲都要嵌进肉里。淑安，你怎么可以？周淑安清了清嗓子，各位媒体朋友，我们家谭西人好，不嫌弃我，跟我谈了3年。至于陈子怡小姐，如果周家跟陈家生意上的往来会让你异想天开，想要嫁给我，那你多想了。我和陈子怡小姐从头到尾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们西西要是真不原谅我了，我可是要你们负责的。现场一片哗然，事情2极反转，记者们兴奋的眼睛都红了。记者散去后，陈子怡哭着质问周淑安：周淑安，我父亲的事，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吗？周淑安老神在在的：哦，如果陈建山没害西西，我会对他晚点动手，现在只不过是提前了而已。说起来，你们还得感谢西西，早点死也省得整天提心吊胆。他拉着我走，陈子怡不甘心似的大喊：谭西，你以为他坐稳周家了就会娶你了吗？我回过头，我从来没想过嫁给他。事情2极反转，舆论随着2极反转，一夜之间我涨粉100万，全网都在心疼我。陈子怡在网友的谩骂声中默默地退圈了，我则一纸诉状把陈子怡告上了法庭。宝贝，抓好这个机会，你要爆红了。电话那头，宋林的尖叫声持续不断。林姐，我想退圈。我笑着如释重负。你说是吗？你最好是在跟我开玩笑。挂掉电话后，周淑安来了。你那天说从来没想过嫁给我，为什么不想？你的家庭不是我能攀得起的。我不喜欢白日做梦。
还有我为什么会想嫁给一个喜欢欺负我、羞辱我的人？我冷冷地说道。我当时听见你跟宋林说的话，是真的误会了，我错了好不好？现在周家我说了算，谁也不能再说什么。我们复合好吗？就当是给我个赎罪的机会。我问他怎么坐稳的，事事顺从，假意答应和陈子怡联姻，稳住人心，然后背地里搅弄风云，还是说利用陈子怡的真心？哟，看来陈子怡跟你说了我不少坏话。他轻笑一声，他说的不是事实。我想起宋林有次喝多了，讲起他那段失败的感情时，拉着我的手，一遍一遍地说：“西西，你记住，真心最重要。”我笑自己蠢，蠢到现在才看清周淑安，她爱的不过是自己罢了。利用陈子怡的真心，践踏我的真心，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，既掌握了周氏的大权，又解除了联姻，清理掉一个陈家，伤人重利。不过如此，他又怎么会对人有真心呢？我没给周淑安好脸，他什么也没再说就走了。他走后，天空飘起了雪花，大片大片的。今年的初雪日，大雪纷飞，不过一夜就积起了厚厚的积雪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被一通电话吵醒，是周淑安的助理打来的。周淑安出事了。我赶到医院后，他的助理小郑鼻涕混着眼泪呼了满脸，对我说：“求您原谅他吧，他到底怎么了？”小郑继续说：“周总昨天从您那儿走了之后，去找了您的经纪人宋小姐，没让我们跟着。不知道宋小姐说了什么。周总他在雪地里喝着酒，坐了大半夜。我们找到他的时候，他整个人都冻僵了。”还没说完，小郑就已经泣不成声。我努力调整自己的情绪，看着病床上躺着的周淑安，我的心还是被揪了起来，眼泪落在他的手上。哭什么？我又没死。周淑安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，声音格外虚弱。我愣在原地，只知道一遍一遍地擦眼泪。他突然摘下氧气面罩，挣扎着下床。你做什么？你别动，你别动！他抓住我的手，缓缓地跪在了地上，脸埋进了我的手心。周淑安的肩膀抖动着，我突然感到手心一阵湿润。他哭了，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你，该死的是我。说完，他弓着背低声抽泣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抬起头，红着眼眶，定定地看着我。宋林跟我说，这3年你一直在吃对抗抑郁症的药物，我竟然都没察觉。他说，好几次你坐在马路边给他打电话，说你想死了，说你想去找你妈妈，你吞过安眠药，被送到医院抢救，这些事我竟然全都不知道，因为几句话就误会你欺负你。西西，该死的是我。他在下跪，在忏悔。可我满脑子都是小郑在病房外说的那些话。周总听到过您和宋小姐的对话，您说感情是最没用的，拿它当个跳板，多拿些资源才是正理。他很气他真心对待您却只拿他当跳板。周家不会同意周总娶您，所以周总才算计了那么多，把周家攥在手里。他其实只是想娶您罢了。那年周太太找到我，让我不要痴心妄想。她高高在上，像看垃圾一样看了我一眼，就赶紧移开了目光，好像多看我一眼就会脏了眼睛一样。宋林知道后，劝我别对周淑安这样的大小姐动心。我强忍心中的酸涩，看似是在回答宋林，其实却是在自欺欺人。我当然明白，感情不过是最没意思的东西，与其跟这些大小姐谈感情，倒不如拿它当跳板，多捞点资源。不过说来也奇怪，周总以前谈过小明星，好像也都没惊动过周母，这回是怎么了？偏偏来找你。宋林还在喋喋不休，
而我闭着眼睛，强迫自己把对周太太的记忆抹除，丝毫没察觉到在门口停留着的周淑安。高傲如周淑安，在听到自己的爱只是别人利用的工具时，他就变了。是了，从那时候起，周淑安就变了。他开始喜欢欺负我、羞辱我，甚至放纵他的朋友们欺负我。我当他只是腻了，一味的想要挽救我们的感情，可他误会了我，所以在他眼里，我所有的行为就都变了质，变成为了得到更多资源而一味的谄媚讨好。于是他的误会越来越深，说起来也是搞笑，好像我们两个都没长嘴，甚至都没问对方一句，哪怕只是一句，我们也不至于到现在这样。但我知道，后来他对我造成的那些伤害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着，成为一道道沟壑，纵横在我们之间，难以翻越。后继娱乐圈嘛，更新换代很快，流量明星层出不穷，偏偏还尽是些不爱惜自己羽翼的，做狗仔的表示蹲都蹲不过来。这不，狗仔们正在蹲新晋小花的绯闻时，突然看到了檀溪以及他身边那个一脸讨好的女人，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太意外的意外之喜了。毕竟檀溪如今已经拿下了3金影后，她的料可比这个新晋小花更有爆点的多。他们刚刚举起相机准备拍，却在看清女人的脸之后赶紧逃离现场。这位在本市只手遮天，让一个娱乐新闻公司倒闭不过就是眨眨眼的事，为什么狗仔们在见到他之后不约而同地跑得那么快呢？因为曾经那人说，如果檀溪不肯原谅他，就要他们负责。然而檀溪到现在都还没原谅他。最开始的3个月，全城的大屏上都在滚动播放他求原谅的视频。听说檀溪发了好大的脾气，才制止了那场闹剧。檀溪想没想到不得而知，但除檀溪以外的人，谁也没想到总裁竟然这么有毅力。他几乎是一有空就赖在檀溪身边求原谅。檀溪很无奈，狗仔们表示更无奈，但他们敢说什么呢？只能说祝他成功吧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